王丽娘啊，真的我太难了，以后35岁以上的姑娘啊，别来找我。本人这庙小，装不了那么多的大佛，也原谅我啊，能力有限，没办法帮你们实现你们的愿望。你们再来上香，我真的给你们扔出去。有个女孩子34岁，个子在160左右啊，偏瘦，本科文凭，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。我是给她香了整整5年了哦，5年，至今还都是单身，也谈了不少男朋友，但是没有一个满意的。不是嫌男方文凭低，就是嫌人家这个家庭条件不好，要么嫌长得不帅，总之是挑肥拣瘦的。他自己焦虑的不行了，怕找不到好的，又怕生不出孩子，反正啊，生活圈里面已经没人给他介绍了，都知道他很挑。他工作好就不甘心找工作不好的，他未婚啊就不甘心找离异的。反正啊，我们这边啊婚恋圈都知道他，各类男士都让他香了个遍啊。他就要求本科以上文凭，研究生最好，体制内公务员，男方要求年薪15万以上，颜值高。哎呀，三观一致有眼缘，最主要还得让他心动啊！你不得逼死我吗？哎呀，我得往 ICU 走啊！我听完啊，你说急不急死个人？我给你真要能找到，那不亚于我去买彩票中500万啊，那不太难了吗？我拒绝了很多次啊，耐不住他就是软磨硬泡。我让他从这些条件里面筛选1、2个条件啊，他就不同意，说哪一个都不想放弃。我就很生气啊！你不放弃，你这辈子你就嫁不出去了。哎呀，他说不信。哎，因为自己条件好嘛，他说一定能找到令他心动的公务员。哎呀，我这一听，那怎么才能算心动啊？他说帅，情商高。还没说完啊，真的，我拉着王八我就得跑啊，没治了。人家帅的公务员，那想嫁的女孩子那得从北京东直门的排到西直门去了，还能轮得着你吗？他愣是给我来了句啊，我圆脸显年轻，化妆了我也不差呀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就算是个法拉利，他开了15年了，发动机得生个锈，搞不好再漏个油，你停个电你咋办呢？你能跟新车相比吗？你们是不知道啊，他妈都找我了好几回了，一见面就哭呀，说这闺女从小到大都没让她上过火呀，就找对象让她操碎了心。家里还有个亲戚，她表姐38岁了也未婚，他俩就爱搁一块玩。哎呀，找对象那是要找那一见钟情的，气的啊，他那个亲戚啊也头疼，整天整宿的睡不着觉啊。如果再过几年，你即便结婚了，那恐怕他连孩子都生不了了呀。我反正跟这姑娘都很熟了，我就很明确的告诉她，你这条件啊，要么想找好的就得去二婚市场，他不甘心，凭什么我未婚我就要找离异的？要么你就降低要求啊，找大龄剩男，他又觉得这男人年龄这么大，剩下多少都有原因的。你真的啊，听他话你都能气得够呛啊！你自己不还都是大龄未婚吗？他说那我不是了解我自己吗？我又不了解别人为什么剩下的。哎呀，那一刻真的气得你血压直拱头啊！哎，头昏，我又躺在椅子上躺了一会儿啊，我就劝他，哎呀，你快别挑了，再挑停水停电，你都更没得挑了。他嘴上嘟嘟囔囔说我自己不是挑呀，那这一辈子我不能找个我不喜欢的。说着妥协，心里那是800个大心眼子，1000个不愿意。另外，他还有一个87年的，今年有36、7岁了啊，也还是未婚，一个闺蜜，她要给我介绍过来。我一听，哎呀，那可不行啊，她要来了也让我给她找心动的，我直接主动上 ICU 报道去。真的，我现在一听大龄加未婚啊，我都条件性反射。以后35岁以上的大龄未婚啊，还挑挑拣拣的姑奶奶们啊，千万别来找我了，散会。不能问呢，话非说的不好听，但事儿做的不能不漂亮。哎呀，上午办了场相亲会啊，那给我火刺刺的，牙花子疼。参加相亲会的都是些22到35岁这个年龄段的，一眼望去，哎呀，那女孩子长一个个漂亮，男孩子也很帅啊。咱就不看条件，你目测看去啊，那就感觉很多人都很登对儿。相亲开始啊，大家各报家门，好家伙，80%以上的女孩子都是28岁以上，学历本科事业单位或者国企央企的，而80%的男孩子都是25到28岁左右的，学历大专私企居多，房子也基本都是有贷款的。这就导致这80%的姑娘她压根看不上这80%的男人，理由就是对方工作差，房子有贷款，学历低等等。反正啊，你就干着急，你就瞅着那80%的女人啊，都在盯着那20%学历好、有车有房、工作有能力的男人，而人家这20%的优质男人啊，又瞧不上这80%的普通女人，嫌他们年龄大没眼缘。这就导致这些姑娘来了相亲会一圈啊，一看，哎呀，全是普通男人，瞧不上啊。那为数不多的优质男人又瞧不上她呀，溜达溜达就回去了。回去跟那闺蜜说，哎呀，那全场那么多男人，没一个合适我的。然后逛了一圈的男人呢，也回去跟兄弟们说了，现在这女人一个个啊，又挑又拣的，我又没被看上。咱就说现在为什么光棍越来越多，为什么很多人都在找对象，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。先告诉你们一个结果，就是不论你怎么挑，这个市场上面99%的普通人都会嫁或者是娶99%的普通人。
也就是说，不论你多么想嫁给高富帅，或者你多么想娶那白富美，最后都会是做梦一场，你都会迫于现实，娶的和嫁的一定都是普通人的。我很明确的告诉你们啊，没有人会符合你所有的择偶要求，当然如果有符合的，一定要看你自己配不配。2023年7月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中国统计年鉴2023》，这其中啊，单身女性人口数量占比在1.06亿，男性单身人口数量占比在1.59亿。这男人比女人多那么多呀！有些人就想着，哎呀，自己很好嫁嘛。可这些单身女性当中，近半数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大龄剩女，主要集中在1、2线发达城市。而单身男性当中，大半数都是在偏远农村的，没车没房，经济条件很差。你让大龄剩女去嫁他们，那是宁死不屈啊！在婚恋市场能剩下的是有原因的，男人在这个市场上面剩下来，大部分都是因为经济原因，其次呢有明显的短板、长相、身材等等，这些都是无解的。他们一般都会在1线城市啊，趁着年轻啊出去打工赚钱，赚到钱回到老家买房结婚啊。那城里的姑娘压根儿就看不上的，农村的姑娘还一门心思啊，我想要嫁给城里去。这就导致农村的光棍是越来越多，而女人剩下大多数都是因为观念和性格问题，就是太挑了呀。女人想留在大城市，成本其实很低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嫁人。而男人想留在大城市，就要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，你要买车买房的，不然会被这些女人瞧不起。最后导致男人没办法，都各自回老家了。而一些女人呢，还是异想天开的留在大城市里面，幻想着嫁给那些有车有房、条件又很好的优质男人们。这些女人如果在35岁之前啊，那自己想通了，稍微降低择偶要求啊，还是能嫁得出去的。如果想不通啊，还是不愿意，35岁以后就会步入二婚男的市场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也要找条件很好的二婚男。所以啊，你想让剩女嫁给剩男，那死了都不同意的。外加资本对女人的捧杀、毒鸡汤的灌输，霸道总裁都爱上离异带娃了，导致一些女人们对现实往往存在极大的误判，就像他们认为啊，有房的男人很普遍，以为男人月薪过万都很正常一样。他们认为女人只要想嫁得好就可以很好嫁，有车有房有颜的都是标配，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躺平，我找不到我自己过嘛。结婚率迟迟上不去，那是有本质原因的。我不说剩女啊，100%都是因为一些不切实际的物质啊而剩下，但至少90%以上都是越剩下他就越执着，他们就越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配不上有钱男人的，那认错回头的成本也越来越高，最终呢就导致很多剩女在30、40岁依然活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中，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去怀念老一辈的爱情啊？因为它纯粹啊，那个时候牵了手就是一辈子，现在你上了床都不一定有结果啊，越想越可悲，对吧？伙计们，散会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天天处理你们这相亲问题啊，我吓都得崩啊！哎呀，就是你们相亲啊，我听到最多一个词就是没眼缘没感觉。今儿呢，我就告诉你们啊，眼缘到底是个啥。昨天我给一对男女交对象，哎呀，这两人见面没超过15分钟啊，速战速决，以失败告终，那速度快的也闪着我腰啊。男是95年的，是个退役军人啊，在事业单位工作，年薪7、8万，父母都是普通家庭，都退了休，刚交了首付买了一套房子。这男士啊，半年前就来找对象了。他就属于那种啊，长相3、4分，眼睛比较小。这有女孩子跟他相亲过之后啊，就给我评价说，跟他见面总感觉老是被偷看，就是有种这个贼眉鼠眼的感觉。你看你都有这种感觉了，那不完蛋了吗？反正是相了一次又一次啊，女方给的理由啊，大多数都是没眼缘。哎呀，但人家男士啊，这人品和性格是真挺好的。一说到这儿，这男士就生气啊，我长这样，娘胎里带的那不怨我呀，我爹妈都没嫌弃我，你们凭啥嫌弃我？我听了赶紧安慰啊，没事儿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指不定啊有人啊就爱吃你这一款的。哎呀，男士听完的信心大增啊，这男人你就得该夸夸，精神鼓励非常重要，不能自暴自弃啊。这不，昨天晚上又给他安排了一次相亲啊，两人呢晚上就约着吃火锅去。女方啊97年的，国企会计，年薪在6万左右，身高160吧，长相还可以啊，素颜5分左右，就是不太会打扮，20岁的感觉啊，就像那30、40岁打扮一样。而且有点龅牙。这姑娘也是挺有意思的啊，她来找对象，要找个身高175以上，本地有车有房，年收入10万以上，在事业单位上班，而且要帅的男人。那看偶像剧看多了都这样式的。当时呢就给她介绍了一圈啊，那长得帅的还在事业单位的，人男方都要找刘亦菲那样的，你说气不死个人啊？都把她给拒绝了。她也是被现实是一次次给打趴下了，没法，降低要求不看脸了。有车有房，事业单位工作的，父母有个退休的，就可以认识看看。人家男生符合啊，我就给他们俩换了资料。这两人看完啊就同意了，昨晚约着吃饭去了。
7点左右见的面呀，没有15分钟啊，女方拎包就走了，给我打电话。我这一看咋没吃饭啊？他说老师啊，不合适，那男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没眼缘，饭呢就不吃了，给他省点钱吧。我听完啊还挺生气啊，南方人这条件挺好的，你可以多了解看看呀。你这么个找法，那4大天王都得没戏，我这许愿池得黄啊。女方呢态度也算可以，就跟我讲自己实在不喜欢，这连个生理欲望都没有，亲个嘴都也亲不下去，咋过？没法，拉倒就拉倒吧。我就给这男士打电话啊，这男方啊也大倒苦水。我这刚见面呀，菜单刚拿过来，我招呼服务员去倒水去了，人服务员还没来呢，他就跟我讲不好意思啊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饭就不吃了，给你省钱吧。说完就走了，给男士和服务员给整懵了呀。人服务员八成在想，头回见散伙这么快的。这男士气的就跟我说呀，我还没看上他嘞，长得也不是我的菜。哎呀，人男士寒心呀。我建议他呀，我说你去做个发型啊，衣品改改，戴个眼镜，做个配饰，先把第一印象过去。他听了不同意啊，说我就是我，你要是喜欢我装的这个样子，怎么愿意跟我过一辈子？我要是回归自我了，那你不更得嫌弃我？气得我呀！我告诉你们什么是眼缘，相亲越多，你越会发现五官比3观重要。不管你这人多有内涵，思想多么深刻，灵魂多么独特，你得承认啊，这个世界它就是看脸的。别说相亲，你连找工作，很多公司都得看脸。一个人的外貌形象气质是别人愿不愿意认识你的门槛。当你去相亲被别人用没眼缘没感觉这几个字拒绝多了，你就要考虑是不是你丑的问题了。相亲市场上颜控占比在 90% 以上，大家表面上都说着我更看重人品，其实都是在筛选外貌，这是最扎心的呀。当别人说你没眼缘的时候，你就抓紧收拾一下自己，长相变不了，突破一下形象，学学打扮，健健身啊。有些人不好看，但人家有气质啊，你不能说啥啥都想要，啥啥还不做吧。实力占7分，美貌占93分啊，兄弟们，该打扮就打扮自己，别四仰八叉的又抠鼻子又抠脚的跟着看视频了。散会。